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邓为、杨紫粉丝撕翻天，长相思剧组风波再起。近日，邓为和杨紫的粉丝在《长相思》播出后的几个月里原本和和美美，然而却突然掀起了一场撕 X 大战。邓为粉丝甚至跑到杨紫工作室转发离讨公道，让人不禁唏嘘。这场撕 X 大战的起因是，邓为粉丝认为杨紫在《长相思》剧组的待遇比邓为好，邓为的戏份被删减，还被剧组安排和其他女演员暧昧。邓为粉丝为此发起了一场声讨杨紫的活动，并在网上发布了大量控诉杨紫的文章和视频。杨紫粉丝对此自然不满，他们认为邓为粉丝的言论是无中生有，并反击称邓为的演技差，不配和杨紫搭戏。双方粉丝在网上展开了激烈的骂战，甚至上升到了人身攻击。这场撕 X 大战不仅让邓为和杨紫的形象受损，也让《长相思》剧组的声誉受到了影响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场撕 X 大战实在太没有必要，希望双方粉丝能够理性对待。撕 X 大战背后的问题，这场撕 X 大战的背后，其实反映了当下影视行业的一些问题。近年来，随着流量经济的兴起，明星粉丝的力量越来越大。粉丝们为了维护自己偶像的利益，往往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，这对影视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此外，这场撕 X 大战也反映了当下年轻人追星行为的盲目性。很多年轻人只关注明星的颜值和流量，而忽视了明星的演技和作品。这种盲目追星的行为，往往会导致一些不理智的行为。如何避免撕 X 大战？要避免撕 X 大战，需要从多方面入手。首先，影视制作方应该加强对明星粉丝的引导，让他们理性追星。其次，明星也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，树立良好的形象，避免给粉丝造成误导。最后，社会各界也应该加强对粉丝文化的宣传，引导年轻人理性追星。希望这场撕 X 大战能够给大家敲响警钟，让大家意识到理性追星的重要性。邓为、杨紫粉丝撕 X 大战的后续，在邓为粉丝和杨紫粉丝的骂战持续了几天后，长相思剧组终于发出了声明，澄清了邓为戏份被删减和其他女演员暧昧的传闻。剧组表示，邓为的戏份没有被删减，而是根据剧情需要进行了调整。至于和其他女演员暧昧的传闻，则是完全的误会。剧组表示，邓为和其他女演员只是在拍摄过程中有过一些亲密的戏份，但都是在剧本的框架内进行的。剧组的声明发布后，邓为粉丝和杨紫粉丝的骂战才逐渐平息下来。但这场撕 X 大战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让大家再次意识到理性追星的重要性。理性追星才能真正维护偶像的利益。明星的粉丝是他们的最坚实的后盾，但如果粉丝们不理性追星，只会给偶像带来负面影响。理性追星才能真正维护偶像的利益。理性追星，首先要学会尊重偶像。每个明星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，粉丝应该尊重偶像的选择。其次，要学会理智表达自己的意见。如果对偶像有意见，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提出，而不是谩骂和攻击。最后，要学会分辨是非，不要被网络上的谣言和流言所误导，要学会独立思考。希望大家能够理性追星，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追星环境。邓为和杨紫的粉丝在《长相思》播出后的几个月里原本和和美美，然而却突然掀起了一场撕 X 大战。邓为粉丝甚至跑到杨紫工作室转发离讨公道，让人不禁感叹饭圈的变幻莫测。这次撕 X 的起因还是《长相思》的粉圈环境问题。每个粉丝群体都希望自己能独占超话，杨紫粉丝认为这是一部大女主剧，男角色应该避让，而邓为粉丝则觉得自家今年迅速壮大，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。为了争夺饭圈剧圈的一亩三分的，两家粉丝开始了激烈的对抗。然而，这样的撕 X 大战实在让人无语。《长相思》第2季预定明年开播，
现在年末之际却要面临粉丝 SOX 的尴尬局面。不知道一起宣传时会不会出现尴尬的情况，也不明白为什么双方不能和平共处，好聚好散。说实话，《长相思》这部剧的爆红程度本来就不稳定，很多人并不认可它是爆剧。而且，该剧演唱会的场地也是同类爆剧中最小的，主要做的都是女主角的粉丝，这让人质疑邓为是否真的成为了流量小生。对于杨紫来说，她现在似乎并不害怕粉丝之间的争斗，毕竟她的团队是家庭作坊式运作，资本背景并不强大。因此，靠着 SOX 带动流量成为了他的一种策略，还能树立一个不好惹的人设，从而争取更多好处。与曾经的合作搭档闹掰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。然而，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们，只能对这种明星粉丝之间的争斗摇头叹息。娱乐圈的复杂和无聊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。不过，这种 SOX 事件在娱乐圈并不是第一次发生，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变化的圈子里，大家都必须学会适应这种瞬息万变的节奏。或许粉丝们过于投入其中了，而偶像们可能并不在意这些琐碎的事情。与其为了这些小事情生气吵架，不如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。毕竟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才是最重要的。拼命三娘比不过年少成名，为何大众更偏爱杨紫而非赵丽颖？20世纪末，两位分别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小姑娘，在风和日丽的春天里踏进了娱乐圈的大门。她们一个是通过选秀晋级，一个是凭借首部影视作品一举成名。然剧情的发展往往超乎想象，入行之初，她们都历经了低谷与质疑。那时，尚在发育期的杨紫因家有儿女换角事件受到重创，被导演当面批评长成这样，还是不要演戏了。一时间，她红透半边天的脸上掠过一抹阴云。而赵丽颖也不是没遇到困境，她那张圆脸常令她只能在戏中充当龙套，明明演技已真成熟，她还是要面临乡巴佬的非议。于是，他们开始孜孜以求，不辞辛苦。杨紫放弃学业，只为全情投入演员事业，赵丽颖也在各类作品中历练演技。终于，在2013年前后，奇迹发生了。杨紫凭借《战长沙》成功转型，渐露锋芒；赵丽颖也在与于正的合作中一举成名。飞黄腾达后，他们并未妄自菲薄，反而在事业高峰之时，矢志不渝地践行着道德仁爱。杨紫性情温和，处处为人设想。她曾在众目睽睽下抚慰在公众场合难堪的同行，亦尝试为受冷落的后辈加油打气。正是这样无私大度的为人，让她结交了无数好友。而赵丽颖则是行事简单直接，对上无谄媚，对下常有小恩小惠。她从不吝于帮助过命的工作人员，更乐于悄悄关照后辈小演员，令人感受到她率真的人情味。于是，慕名而来的粉丝们也逐渐被他们的美好人品所折服。原来，在这个浮华的娱乐圈，亦不乏真挚赤诚之人。于是，在他们的身上，人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少有的正能量偶像，因而更加钟情与喜爱。正因为如此无私奉献与乐观进取的品质，他们的光环愈发闪亮，获得了新生代楷模的美誉与荣耀。歇斯底里的热潮退去后，两位现实主义者又重新审视起自己的前程来。赵丽颖清醒地意识到，古装剧固然让她一战成名，却也同时限制了她更高更远的发展。是以她果断抛弃安逸的古装天后桂冠，开始大胆尝试不同题材，其中以幸福到万家突破最大。这不仅是她的首部现代家庭剧，更成就了她从单一偶像到实力派演员的华丽转身。而杨紫却没有这般睿智与勇气。多年来，她又于古偶女主的舒适圈难以突破。尽管她的粉丝们无不盼望她也像战长沙当年那般挑战自我，她似乎却丧失了当初的锐气与胆识。其实，她完全有转型的潜力。当年从女学生到中年妇女的跨度，已可见一斑。人生的路口上，究竟该何去何从？事到临头方知机会，只给有准备的人。细究起来，赵丽颖和杨紫之间从来没有实质性的竞争。
因为他们的对手其实一直都是昨日的自己。在这漫漫征程里，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坚持自我，在逆境中磨砺内心，在成功中检验志向。终其一生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并以此感染他人。正因两人都是怀揣着如此坚定信念和胸怀的90后一代新人，他们才能不断创造奇迹，成就当今娱乐圈的佼佼者。所以，我们不应该再将他们相提并论，强行比较高下，这本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情。相反，我们更应当欣赏他们各自的独特之处，并为他们的勇气与毅力所折服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